在中国有不少村子，村里的人活着的时候姓胡，死后墓碑上刻的姓氏却是蓝姓。据说他们都是明朝蓝玉的后人，起初是为了躲避追杀才这样做的，之后便成为一个独特的习俗，沿用至今。在明史剧《山河月明》里，名将蓝玉的戏并不多，但是蓝玉一出场，好像干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坏事。比如蓝玉强占北元王妃，导致王妃羞愤自杀；比如蓝玉纵容义子和庄奴们侵占百姓良田，导致百姓四处告状；比如朝中御史依法责问他，竟被他赶走了。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蓝玉也差不多做了这些事，最后因为谋反而被朱元璋诛杀。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做这些事，很多人觉得他蠢，可是蓝玉真的蠢吗？当你了解到他真实而恶劣的处境，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蓝玉是常遇春的小舅子，最早在常遇春帐下效力，和他姐夫一样，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常遇春也多次向朱元璋夸奖蓝玉。常遇春死后，蓝玉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在一系列南征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这个南征北战不是虚指，而是真正的南征北战，打四川，打云南，数次北伐都斩获无数。蓝玉也因功被封为永昌侯，他的女儿也被册封为蜀王朱春的王妃。对于绝大多数武将，这样的成就也封顶了，可以心安理得颐养天年，和孙辈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了。可对于蓝玉，这些还远远不够，接下来2年才是他的高光时刻。洪武20年，蓝玉以左副将军的身份参与北伐，率大军到达通州。听说在庆州有援军，蓝玉便冒着大雪率领骑兵奔袭那里的援军，并战而胜之。史书记载的轻巧，文元兵有屯庆州者，欲乘大雪，率轻骑袭破之。要知道，从通州到庆州600多公里，即便今天驾车一路走高速过去，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旅程。这还不算完，明军一路进击，降服了元将那哈出和其部众，加上种种原因，大将军冯胜被免职，蓝玉被拜为新的大将军，也开启了他来年更大的功勋。洪武21年，距离常遇春攻破元上都，逼迫元顺帝北逃已经过去19年。此时在元廷当皇帝的已经是元顺帝的孙子。朱元璋命蓝玉作为大将军，率15万大军继续北伐。到达上次获胜的庆州时，蓝玉得到报告，元廷皇帝在捕鱼洱海。从庆州到捕鱼洱海又是700多公里，于是蓝玉再次率兵长途奔袭，又赶上大风沙，元军没有觉察，迅速溃败。元帝只带着太子等几十人仓皇出逃，而元帝的次子妃、平公主100余人，官员3000人，其余77000余人全部被蓝玉俘获，剩下的金银、马驮、牛羊等战利品更是无数。朱元璋得到捷报大喜，把蓝玉比作汉代名将卫青、唐代名将李靖。比肩这2位，应该说这是古代武将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然而《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一个臣子爵位到了顶，并不是一件好事。魏国公徐达就是例子。徐达封魏国公后，已经无法再封赏，再封赏就是封王，而只有皇室宗亲才封王。于是朱元璋让徐达离开军队，做中书右丞相。可是李文忠北伐遇阻，朱元璋不得不再次启用徐达北伐。考虑到徐达再次大胜，将无官可封，朱元璋只好与徐达结成儿女亲家，以代替封官。现在蓝玉就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中。不过这样的境地也只是尴尬而已，算不得凶险。真正让蓝玉感到凶险的是，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对大臣们举起了屠刀。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从1380年到1390年10年间，朱元璋不间断地挖掘胡惟庸案的隐藏势力，弄得朝堂人心惶惶。最后受牵连被处死者多达3万人。蓝玉与胡惟庸案本无关联，但他位高权重，不输当年胡惟庸。朱元璋的铁血手段，他不害怕吗？当一个人功高震主，处境危险时，当如何自救？中国历史上早就有现成的办法。自乌西汉初年，萧何在朝中为相，刘邦在外征伐叛乱的异姓王。刘邦很不放心萧何，常派人回京城了解萧何的举动。萧何为了让刘邦放心，专门做了几件缺德事。比如说，他派人在关中购买农民的田地，总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强买，遇到不服气的农民还打人。
刘邦听说萧何做了损害百姓利益的事，反而很高兴，不担心萧何了。因为一个人要想成事，一要有权，二要有威望，而且威望比权力更重要。有威望便意味着大家都服你，愿意跟着你走。一旦你想办大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才会引起君主的猜忌。很显然，蓝玉是在学习萧何。很多人觉得蓝玉是个军事天才，政治蠢材，蠢到直接对抗朱元璋。这可能吗？蓝玉既然是军事天才，智力就不会差，他当然知道对抗朱元璋的下场。就算他不知道，他手下的智囊幕僚也会提醒他的。所以蓝玉的蠢大概率是装出来的。蓝玉在山东东昌干的那些侵占民田的蠢事，是在故意伤害自己的名誉，降低自己的威望。他在北伐时侵犯北元王妃的蠢事，也是在降低自己的威望。他要让朱元璋以及朝中大臣们都认为他蓝玉就是个贪财之辈，好色之徒，粗野武夫而已，并无什么野心，也不值得追随，对朱元璋无任何威胁。蓝玉如此自污，实在不得已，相信所有为官者在他那样的处境下都会做这种蠢事。那么蓝玉的自污有没有起作用呢？应该说还是起了作用的。从朱元璋对蓝玉侵占民田、侮辱元妃事件的处理看，他的确没有杀蓝玉的心思，放了蓝玉一马。明史用4个字来概括朱元璋的处罚：切责蓝玉，只是深切的责备而已。同时，朱元璋将赐给蓝玉的封号梁国公改为梁国公，表面上看是警告他，私下里应该有他们君臣共同的默契。但人算不如天算，让蓝玉没料到的是，他最大的靠山太子朱标死了。洪武26年，洪武1693年，锦衣卫蒋晔告发蓝玉谋反，蓝玉也终于再无活下去的道理。朱元璋顺势把蓝玉灭族，更可怕的是，受此案牵连被杀者15000余人，其中有很多开国元勋。蓝玉不是简单的被杀，而是被剥皮食草，即把人皮完整剥下来后填充上稻草，然后到处展示，以宣示他的罪行，并警示他人。据传，蓝玉的女婿蜀王求情把人皮像保存在成都的蜀王府里，直到明末，张献忠攻入蜀王府时还见过这个人皮像，在后来就不知所踪了。表面上看，这又是一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俗套故事。何况蓝玉这样骄横的武将，因为行为不检点招来杀身之祸几乎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这样看，未免低估了朱元璋。如果朱元璋仅仅是根据个人好恶来裁决臣下的命运，他很难成就这么大的伟业。他做事的最大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他的事业。明朝建立之前，他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他争霸天下，后期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他稳固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前期那个虚怀若谷、胸有大度的朱元璋和后期那个狠毒无情、诛杀旧部的洪武皇帝完美的统一起来。而刘基、李善长和蓝玉的悲剧也都来源于此。蓝玉和朱元璋是亲家，又和太子朱标走得很近。朱标跟随父亲征战多年，对蓝玉这些战将有一定威望，朱元璋很喜欢他。本来借着胡惟庸案等清洗了包括李善长在内的一大波老臣，就是为了稳固朱标将来的统治，还给他留下蓝玉等一帮武将护驾。结果朱标早亡，朱元璋选了朱标之子朱允炆做继承人。但是很显然，孱弱的皇孙绝对镇不住蓝玉这些人，于是以蓝玉为首的护驾集团瞬间成了朱元璋死后皇家统治的最大威胁，别无选择，杀之。应该说，朱标的早逝造成了蓝玉为首的这群武将的悲剧。明史那句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夷也绝不是一句简单的事实描述，而是饱含深意。洪武25年，太子朱标去世，洪武26年蓝玉案发，就是这样。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君主一心想证明一个臣子有反心，他一定会得到证明，因为君主带着这样的心思去看一个臣子，这个臣子的任何失误或缺点都会被无限放大，君主对他的态度也会变差，而臣子难免会有些消极表现，这让君主看他更不顺眼，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个过程对于蓝玉，就是史书上说他比邹氏多不听，一痒痒，最后抓个由头，君主就可以下判决了。早就知道你小子要反，果然没看错你。其实古往今来，真心谋反的能有几个人？除了陈胜吴广的金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的，
剩下所谓的反贼，基本都是被冤枉或者生生被君主逼死的。强如蓝玉，功高可比卫青、李靖者，也跳不出这个轮回。